我常说，这人啊，分三六九等，不是说贫富贵贱，而是灵魂的厚度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有些人这辈子就是来凑数的，浑浑噩噩，吃饱不饿。但有些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这种带着任务来的人，在易经里头叫有其相必有其应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内在的那个灵魂结构跟普通人不一样，所以外化出来的遭遇、性格甚至眼神都透着一股子不凡。这样的人往往前半生都得受点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老天爷要用你，就得先磨你。这磨刀石不快，刀怎么能亮呢？所以我这几十年看下来，发现真正带着天命来的贵人，身上必定藏着4个极难被发现但又真实存在的标记。这4个标记你只要占了3个，那你这辈子绝对不是凡夫俗子，你的晚年必是大富大贵，或者是德高望重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命途多舛，总觉得格格不入，其实不是你倒霉，是你的层次跟他们不在一个维度上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你跟一群鸡在一起抢虫子吃，你当然觉得痛苦，因为你是鹰，你的天地在云端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规律。易经64卦中有一卦叫坎卦，坎为水，为险，但也主治。真正有天命的人是能驾驭险境的。你看那水，它能吸收，能储存，能反映周围的气场，水往低处流，但最后汇成江河湖海，这就是厚德载物的道理。第一个标记就是身上自带一股护体罡气，这听着像武侠小说，其实在风水命理上，这就是一种极强的正能量磁场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，就是遇到那种特别危险的事，或者是那种乱糟糟的场合，别人都慌得不行，你心里头却莫名其妙的特别稳，甚至有一种冷眼旁观的镇定。我年轻时候在乡下见过这么一个事儿，有个7、8岁的男娃，那天村里闹火灾，大人们都乱成一锅粥了，哭爹喊娘的，唯独这孩子他不哭也不闹，甚至连咳嗽都忍着，一只手拽着他那吓傻了的娘，另一只手就指着一条没人注意的夹道，死活要往那儿走。后来全家顺着那条道跑出来了，回头一看，原来的大路早就被塌下来的房梁给封死。事后人家问这孩子，你怎么知道那能走？孩子说不上来，就说那时候感觉有人推着他往那儿去。我看见孩子的面相印堂发亮，眼目含神而不露，这就是典型的灵光护体。这种人一辈子大灾小难不断，但从来都要不了他的命。你自己现在就可以回想一下，这几十年来有没有那种明明要出大事，比如差点撞车，差点被骗的倾家荡产，或者本来要坐哪班车哪架飞机，结果鬼使神差的错过了，最后那车出事了，你却毫发无损。如果有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你都要给我记住了，这绝对不是什么运气好，就是你头顶上有人在保你，是你累世积攒的功德，在关键时刻化作了护盾。这种保护气场平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只要你心存正念，它就会一直跟着你。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千万别觉得自己命途多舛，那是老天爷舍不得你死，因为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。第二个标记就是直觉准的下人，咱们通俗点说叫通天线。这在易经里对应的是离卦，离为火，主心主目，代表洞察力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平时不显山不漏水，甚至话都不多，
但他们对人事物的判断往往准得让人头皮发麻。这种直觉不是靠逻辑分析出来的，而是嘣的一下，脑子里直接蹦出来的答案。比如说你第一次见某个人，明明对方满脸堆笑，客客气气，可你心里头就是咯噔一下，觉得这人阴，觉得不能深交。后来事实证明，这人果然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。又或者你要做个什么决定，理智告诉你该往东，因为往东利益最大，可你心里就是堵得慌。有个声音告诉你别去，最后你听了心里的声音，果然躲过一劫。我曾经给一位女士看命，她就是典型的这种特质。她说她这辈子只要是做那种让自己心里不舒服的决定，最后一定是踏糊。凡是顺着那种莫名其妙的直觉走的，哪怕当时看起来很吃亏，最后结果都特别好。她问我这是为什么？我告诉她，这叫元神感知。普通人是用眼睛看世界，用脑子算计利弊，而带着天命的人是用心在感应磁场。你的灵魂频率高，所以能捕捉到那些普通人捕捉不到的微弱信号。这种能力往往在你独处、安静，或者是遭遇重大变故的时候最强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发现自己也有这种不学而知的本事，千万别把它当成是胡思乱想，更别为了迎合别人去压抑这种直觉，那是老天爷赏给你的饭碗，是你在这个复杂世道里安身立命的雷达。特别是到了40岁往后，人要学会做减法，要学会听从内心的声音。那些让你感到消耗的人和事，哪怕利益再大，也要远离。那些让你感到心安的方向，哪怕布满荆棘，也要坚持。因为你的直觉就是你命运的导航仪，你要是总不听它的，这导航仪慢慢就失灵了，那你的好运也就跟着断了。第三个标记，这点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委屈，那就是先苦后甜的命格结构，而且这个苦往往是精神上的孤独和折磨。在易经64卦里有一个卦叫困卦，泽水困，意思是被困住了。但困卦之后是什么？是井卦，是井水养人，是革卦，是变革重生。凡是带着使命来的灵魂，老天爷绝对不会让他这一生顺风顺水的过完。为什么？因为顺境养猪，逆境养龙，你得在那个苦里头泡着，泡得你脱了一层皮，泡得你把世俗的那些贪嗔痴都看淡了，你身体里那股真正的力量才能爆发出来。我经常遇到一些来找我看事的中年人，一坐下就叹气，说老师啊，我这辈子怎么这么难？明明我不害人，也努力，可为什么总是遇人不淑？为什么总是替别人做嫁衣？为什么家里亲戚朋友不理解我，甚至还要吸我的血？我看着他们那张血满风霜的脸，心里头其实是替他们高兴的。我对他们说，你这不是倒霉，你这是在渡劫。老天爷给你安排这些烂人烂事，不是为了整死你，而是为了练你的心。你就像一块璞玉，不经过这些粗糙的砂石打磨，你那温润的光泽怎么能透出来？你只去回想一下，那些让你痛苦的人，是不是教会了你什么？那些让你摔跤的坑，是不是让你看清了什么？真正有天命的人，早年往往是孤独的，甚至是被排挤。你觉得格格不入，是因为你的层次跟他们在一个维度上，所以别再抱怨你的过去，别再觉得命运不公。你受的每一份苦，都是你灵魂升级的台阶。等到哪一天，你能笑着说出过去那些让你哭的事，
你的天命就算是真正觉醒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会发现之前的那些阻碍，突然间都变成了你的垫脚石，你的运势会呈现出一种井喷的状态，挡都挡不住。第4个标记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利他及利己的能量循环。这在易经里对应的是坤卦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大地为什么能长养万物？因为它真，它只管承载，只管付出。真正带着天命的人，骨子里都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善良和责任感，哪怕自己都过得紧巴巴的，见得别人受苦，哪怕自己刚吃过亏，下次见到别人有难，还是忍不住要伸手拉一把。很多人笑话这种人是傻子，是烂好人，但我告诉你，这才是大智慧，这才是通天的手段。因为这类人的灵魂能量来源跟普通人不一样，普通人是靠索取来获得满足感，赚了多少钱，赢了多少面子，但天命之人是靠输出来获得能量。你越是帮助别人，你越觉得心里踏实，你越是承担责任，你的能力反而越强。你没有发现吗？每次你真心实意帮了别人之后，虽然身体累，但精神特别愉悦，而且往往过不了多久，你自己的某个难题也迎刃而解了。这就叫能量回流。你的善良其实是你在这个宇宙里存下的私房钱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老板，生意做得很大，他跟我讲他的发家史，说他年轻时候就是个愣头青，啥也没有，就一点见不得人难受。那时候他在工地上干活，工友受伤了，没钱看病，他把攒了3年的娶媳妇钱全拿出来给人家垫上了，家里人都骂他缺心眼，但他就是觉得心里过不去。结果呢，那个工友的亲戚是个大包工头，听说这事后觉得这小伙子仁义靠得住，直接提拔他带着做工程，这才有了后来的一番事业。他说，老师，我这辈子就信一条，好人有好报。我说对了，你这就是典型的贵人命，你的贵人其实就是你自己修来的。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忍不住想帮人，总是被周围人依赖，千万别嫌烦，也别觉得自己亏了，那是老天爷在给你积攒阴德。这阴德啊，平时看不见，但到了关键时刻，它能救你的命，能旺你的子孙。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，最后都会连本带利的回到你身上。这就是因果，这就是天道。说了这么多，各位老友，不妨现在就闭上眼睛，静下心来，对照一下这4个标记，自带护体气场的经历，敏锐到不讲道理的直觉，先苦后甜的磨砺过程，还有那颗忍不住想要利他的心，你占了几个？如果你占了2条以上，那我得恭喜你，你绝对不是来凡间凑数的。你身上的担子不轻，但你的福报也厚得惊人。你之前所经历的一切迷茫、痛苦、挣扎，其实都是在为你接下来的大运做铺垫。咱们人活一世，40岁以前那是命，是爹妈给，是天定的。40岁以后，那是运，是自己修的，是觉悟后的选择。我知道荧幕前的你，可能此刻正面临着养老的焦虑，看着儿女不在身边，身体大不如前，手里那点积蓄也怕跑不赢通胀，心里头慌得很。但听我一句劝，既是天选之人，就自有天佑。你的晚年绝对不是凄凄惨惨戚戚，而是夕阳无限。好，因为你年轻时候吃的苦，已经把该还的债都还了，你积攒的那些善缘，现在到了该兑现的时候了。
只要你从今天开始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别再自我怀疑，顺着你的直觉走，别去强求那些不属于你的圈子和关系，护好你身上的那股正气，别让家长里短的琐事消耗了你的能量，继续保持你的善良，但要给善良长上牙齿，只帮值得帮的人。你把这几点做到了，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会越来越硬朗，你的心情会越来越舒畅，就连你的财运也会在不经意间找上门来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顺势而为，天必佑之。咱们学易经，学国学，不是为了当算命先生，而是为了活个明白。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悲哀，不是没钱，而是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自己来这世上是干嘛的。今天我把这层窗户纸给你捅破了，就是希望你能活出个精气神来。你不是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可怜人，你是带着光，带着使命来人间历练的尊贵灵魂。别觉得我是在给你灌鸡汤，我行医看相几十年，见过的真是比你吃的盐都多。那些晚年过得好的，无一例外，都是认清了自己的命，顺应了自己的运。他们不再跟命抗争，而是跟命合作。当你不拧巴了，当你心顺了，这世间万物都会来帮你。这是个标记。你若是全占了，那你就是当之无愧的人间贵人。哪怕只占了一两个，你也比大多数人要有福气的多。从今往后，别再看轻自己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一笑，告诉自己，我有天命在身，我有吉星高照。你别小看这简单的心理暗示，这就是在调频，把你身体的磁场调到跟天道共振的频率上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，也是易经里的一句爻辞：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意思是说，当你自己努力，自己觉醒，自己行正道的时候，老天爷都会来帮助你。没有任何不吉利的事情能靠近你。你的后半生拼的不是体力，拼的是德行和气度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今天的每一个善念，都是明天好运的伏笔。愿荧幕前的每一位老友，都能看透这因果玄机，接住这破天的富贵，晚年安康，福泽绵长。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里，心里可能会犯嘀咕，说老师啊，你说的这些我好像都有点，但我现在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，也没见什么大富大贵啊，是不是你说的不准？或者是我理解错了？老友啊，你这就是着相了。你以为的富贵是什么？是住大房子，开豪车，存款有几百万吗？那只是富贵的一种表现形式，而且还是最低级的一种。真正的贵在于你拥有多少物质，而在于你的精神境界，你的影响力，还有你晚年的那份从容和安详。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今年78岁了，住的是老旧小区的两居室，开的是一辆10几年的老捷达，存款也就够养老用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位老先生走到哪里都有人尊敬他，说话都有人听。他的儿女虽然不算大富大贵，但都特别孝顺，每个周末必定回来看他。孙子辈的孩子也都特别懂事。更神奇的是，这老先生身体硬朗得很，78岁了还能爬山，还能自己做饭，从来不用儿女操心。而且他心态特别好，每天乐呵呵的，邻居们有什么事都爱找他商量。
他一句话往往就能把事情点透，让人茅塞顿开。我问他，老先生，您这一辈子有什么秘诀吗？他笑着说，哪有什么秘诀，就是年轻时候吃了点苦，受了点罪，但从来记仇不抱怨，遇到能帮的就帮一把，遇到帮不了的也不勉强，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。没想到老了反而越活越明白，越活越舒坦。你看，这就是真正的贵。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，不需要靠物质来撑场面，他的贵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是那种精神上的富足和从容。这种贵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。所以我说的大富大贵，不是让你去跟别人比房子、比车子、比存款，那是俗人的活法。咱们这些带着天命来的人，要的是另一种富贵，是身体健康，是家庭和睦，是受人尊敬，是心安理得，是晚年有尊严有质量，这才是真正的福报。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真正的大运往往是在你放下执念之后才来的。什么叫执念？就是你总想着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，我一定要证明给谁看。这种念头越重，你的气场就越紧，你的运势就越堵。易经里有一卦叫无妄卦，无妄就是不妄为，不强求，顺其自然的意思。无妄卦的卦辞说，无妄元亨利贞，其匪正有关，不利有攸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不要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，你只要守正道，自然就会亨通。如果你心术不正，或者强求不属于你的东西，那就会有灾祸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拼命追求什么，而是要学会放下，学会顺应。你把心放平了，把欲望降下来了，你的运势反而会起来。这叫无为而无不为。我见过太多人就是因为太想要了，太执着了，反而把自己的路给堵死。比如有些老人总想着要给儿女多留点钱，于是拼命省吃俭用，甚至去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，结果钱没赚到，反而被骗，把老本赔进去了。还有些老人总想着要控制儿女的生活，觉得自己是为他们好，结果儿女越来越反感，关系越来越僵，最后老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这就是执念太重的下场。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怎么做的？他们会告诉自己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就交给天意。儿女有儿女的命，我不强求，钱够用就行，我不贪心，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，我好好保养。你把心态调整到这个状态了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反而顺了。儿女看你不管他们了，反而更孝顺了。钱刻意去追了，反而莫名其妙就有了进账。身体不过度折腾了，反而越来越硬朗。这就是道法自然的力量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要学会感恩。很多人总是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看，总觉得自己这也不如人，那也不如人，心里头全是怨气。这种人的运势是绝对好不了，因为怨气是最损福报的。你要学会看到自己拥有的东西，哪怕只是一碗热粥，一个笑脸，一缕阳光，你都要心存感激。你每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不是叹气，不是抱怨，而是感恩。感恩自己还活着，感恩还能看到太阳，感恩还有家人在身边。你别小看这简单的感恩，它能改变你的磁场，能把你的频率调到一个高维度上。当你的频率高了，你吸引来的人和事也都是高频的好。那些低频的烂人烂事，自然就离你远了。
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做一个简单的仪式，我会站在窗前，对着太阳深深鞠一躬，感恩天地，感恩祖宗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然后我会在心里默念，今天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我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我要传播正能量。你别觉得这很傻，这其实是在给自己设定一个正向的意图。你的意图决定了你一天的状态，你的状态决定了你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能量循环。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更深层的秘密，那就是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你过去种下的因结出的果。你现在觉得苦，觉得难，那是因为你过去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，老天爷在给你补课。但是你不要怕，也不要怨，因为只要你现在开始改，只要你现在开始种善因，你未来的果一定会变好。而且因为你是带着天命来的，你的因果转化速度会比普通人快得多。普通人可能要等10年、20年才能看到果报，但你可能只需要3年、5年，甚至更短。你做了一件好事，很快就会有好事回到你身上。你动了一个恶念，也会很快有惩罚。这就是天命之人的特点。你的因果账算得特别快，特别清楚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不要以为心里想想没关系，不要以为没人知道就可以乱来。天知地知，你自己知。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给你的命运加分或者减分。我建议你每天晚上睡觉前做一个复盘，回顾一下今天自己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想了什么，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。对的继续保持，错的赶紧忏悔，赶紧改正。这叫日日新，又日新。你坚持这么做3个月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。你的眼神会变得清澈，你的气色会变得红润，你的运势会明显好转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修行。还有就是你要学会独处。很多老人怕孤独，总想着要找人陪，要热闹。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享受独处的，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才能跟自己的灵魂对话。我建议你每天至少留出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不看手机，看电视，就静静地坐着，或者站在窗前看看天空，看看树。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难熬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一大堆，但是你不要管它，你就看着这些念头来来去去，不要跟着他们跑。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些念头越来越少，你的心越来越静。当你的心静下来了，你就能感受到那股护体的气场，你就能听到直觉的声音，你就能看清自己的使命。这个时候你就真正开始觉醒了。而且我要告诉你，独处不等于孤独。孤独是一种匮乏感，是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了。但独处是一种丰盈感，是你主动选择跟自己在一起，享受这份宁静。一个真正成熟的灵魂是不需要外界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空虚的，他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，他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，自己给自己力量，这才是真正的强大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感到孤独，不要怕，那是老天爷在给你机会，让你学会独处，学会跟自己和解。等你真正学会了独处，你会发现你不再需要依赖任何人，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心态，是格局，是智慧。
那些年轻时候的恩怨是非，到了这个年纪都该放下了。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其实是你的老师，他们教会了你成长。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事，其实是你的财富，他们让你变得更强大。所以不要再抱怨了，不要再纠结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要把眼光放在当下，放在未来，你还有很多美好的日子要过，你还有很多使命要完成。记住，你是带着天命来的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的后半生注定不凡。只要你按照我说的这些去做，只要你守住自己的本心，你的晚年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你会发现身体越来越健康，心情越来越舒畅，家庭越来越和睦，财运越来越顺遂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会活得特别有尊严，特别有价值。你会成为家族的福星，成为周围人的榜样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，这才是天命之人该有的结局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希望每一位看到这篇文章的老友都能对号入座，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，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记住那4个标记：护体气场、敏锐直觉、先苦后甜、利他之心。你占了几个，就有几分贵气，就有几分福报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怀疑自己，不要再小看自己。你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，你就是那个要在晚年绽放光芒的人。相信我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天道，好人有好报，天命不可违。你的好日子就在前面等着你。愿所有带着天命来的老友们都能看透这人间的因果，都能接住这上天的恩赐，晚年安康，富贵吉祥，子孙满堂，福泽绵长。